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美国禁止芯片出口，对中国军方目前影响不大。美国遏制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有着军民两个目的。民用方面是为了阻止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信产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很大程度上还会被美国卡脖子。虽然其中很多芯片不是在美国生产的，但是其中涉及到了美国的关键技术。美国就可以通过各种制裁措施限制芯片的出口。至于芯片技术和知识的转让，那更是制裁的重点了。在军事方面，现代武器装备对集成电路的需求是尽人皆知的。没有芯片就没有现代化的战斗力。对这个问题，俄罗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近些年，解放军装备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其中离不开各种集成电路的作用，包括反舰弹道导弹、歼20的雷达电子系统、信息化的指挥控制系统，这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芯片。所以美国要是有办法让中国无法得到芯片，那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防建设，就会像踩了急刹车一样。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表示，对华芯片制裁的一个原因是要限制中国获取具有军事应用的敏感技术。在10月7号的一份声明中这个局还表示，新措施将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能力。这些先进技术用于生产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系统，提高军事决策、规划和后勤以及自主军事系统的速度和准确性。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过任何高性能的军用芯片，但是解放军装备发展的步伐一点都没有放慢。中国国防工业还在珠海航展上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型装备，这些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没有大量军用芯片的支撑是根本搞不出来的。美国为什么没能阻止中国国防工业大量使用集成电路呢？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首先是中国的国防工业部门和集成电路行业通力合作，在军用核高机器件上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所谓核高机，也就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以及基础软件产品。这是2006年到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到2020年核高机总计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基本满足了国家重大科学项目和国防建设对芯片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大量的民用需求。另外一点是美国政府不敢说也不想说的，那就是军用芯片所采用的很多技术要求比民用芯片要低得多。美国打算限制的技术适用于16纳米、14纳米或以下线程的先进芯片，18纳米或者是更小线程的内层芯片。但是军用芯片的线程要大得多。F-35的中央处理器线程是90纳米，大概是2004年左右的技术水平。相比之下，韩国三星和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已经在生产3纳米线程的芯片了。这并不是说军用芯片技术落后，而是军用芯片需要耐受非常恶劣的使用环境，需要芯片更加皮实。战车需要高速越野冲击，战机需要大过载的机动，弹道导弹要在大气层里穿进穿出，而制导炮弹所需要承受的加速度甚至达到14000 G。线距很小的民用芯片，比如说7纳米、5纳米甚至3纳米的芯片，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可能早就变成一堆碎渣了。我们并不是说老款芯片就适合军事应用，否则俄罗斯就不会把仗打得那么困难。军用芯片的线程虽然比较大，但是对加固技术的要求很高，不能一上战场就出故障。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技术差距并不算太大，技术短板很少，能够满足军队建设和军贸出口的需求。拜登政府把军用芯片技术列入对华制裁清单，就好比禁止向中国出口钢铁一样，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高性能民用芯片的大批量制造存在严重的困难，这对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对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确实卡住了我们的脖子。但是既然军用芯片可以解决，
那么民用芯片的解决也只是一个时间和投入的问题，胜利一定会到来。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